吃個早飯還要這麼多人拍照。這是路過小女孩隨口的一句吐槽。她可能不知道自己撞見了誰，只是覺得奇怪，一個大人吃麵，為什麼旁邊圍着這麼多鏡頭？這當然不是一碗普通的熱乾麵，他是在證明一件事：雷老闆還是願意坐小板凳吃路邊攤，和普通人待在一起。也巧，雷軍這次在武漢吃熱乾麵之前，黃仁勳剛在北京街頭吃過炸醬麵。從早年對標蘋果的雷布斯，到汽車時代繞不開的特斯拉，再到這次吃熱乾麵被拿來對照黃仁勳，雷軍的公眾形象一直被放在模仿外部科技偶像的敘事裡。吃麵為什麼會被拍？其實不難理解，但究其原因，誰最需要這碗麵被看見？為什麼一家企業要把自己這麼深地綁到老闆身上？為什麼老闆不再只負責管理公司，還要出來吃麵、直播、發瘋、演勤奮、演親民、演天才？原因不複雜，科技產品賣到今天，很多東西不是下單那一刻能驗貨的。你買一輛智能電動車，能看外觀，能試駕，能摸座艙，但電池安全、智駕邊界、事故救援、售後責任，這些東西當場看不見。未來不能現場驗貨，市場就會找別的東西來替代驗證。雷軍賣的就是我這個人值得信，這也是他離不開馬斯克的地方。馬斯克最厲害的不僅是會發推，也不只是會畫餅，而是他把老闆本人變成了產品的一部分。買特斯拉不只是買車，也是在押住一個人描繪的未來。雷軍學到的不僅僅是馬斯克的風，更是這套老闆信用機制。只不過馬斯克講火星、星鏈、機器人，雷軍講國產科技、性價比、普通人也能買的高端智能車。馬斯克面對的是全球技術樂觀主義者，雷軍面對的是中國的國產科技情緒基本盤。這群人相信小米做車不只是商業擴張，而是中國公司終於可以對標特斯拉、蘋果。買小米不只是消費，也是在站隊。替雷軍說話也不只是替企業家辯護，而是在維護自己相信過的國產科技故事。所以 SU7出問題，爭議就不僅僅只停在產品層面。SU7 Ultra 碳纖維雙風道前艙蓋爭議裡，雷軍曾經親自轉發過相關內容，說雙風道直接導向輪毂，支持輪毂散熱。後來車主質疑 4.2 萬選裝件沒有達到宣傳期待，小米官方答疑承認前期信息表達不夠清晰，並給出改配和補償方案。技術細節可以繼續爭，但有一點繞不開老闆親自下場制造期待，爭議就會回到老闆身上。更重的是成都天府大道事故，後續披露的司法鑑定信息裡，低壓系統斷電，車門外把手電釋放功能失效，外部救援無法及時打開車門，這些細節把問題推到另一個層面。高性能電動車不能只講圈速、加速和科技感，真出事的時候，問題會變得很具體，門能不能開，人能不能救，斷電以後有沒有冗餘設計。企業不能一邊享受雷總親自造車的信任紅利，一邊在質疑出現時說這只是普通商業問題。人設帶來的信任是真的，反噬也是真的。再看於浩，如果說雷軍學的是馬斯克的老板信用，於浩學的更像是馬斯克的未來融資術。追觅本來是做掃地機器人、洗地機、清潔電器的，這些產品很具體，清潔地面、吸灰、洗拖布、自動上下水。但於浩講出來的追覓不光是一家清潔電器公司，他講200多個事業部，講每個事業部對標一家上市公司，講100萬億美金生態，講人車家天地心，講汽車、手機、家電、天空探索、宇宙資源、能源裝備、全域芯片。普通消費者聽到這裡可能覺得熱鬧，但並不會因為宇宙資源多下一單。真正會認真聽這套話的是地方國資、產業基金和招商系統，他們要的不僅僅是一台掃地機器人，而是一個能寫進招商材料裡的產業鏈故事：電機、傳感器、AI、智能製造、新能源車、芯片、機器人，最好還能帶來工廠、就業、稅收和上市想象，這才是追覓宇宙的核心。據媒體梳理，追覓關聯的天空工廠創投基金管理規模達到252億元，旗下29支基金背後幾乎都有地方國資參與，覆蓋超過10個地市：紹興、南京、寧波、嘉興、柳州、
武漢、麗水等地都能看到追闖天空工廠的身影。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追覓要把故事講得這麼大。如果只說自己是一家掃地機器人公司，地方政府最多把你當成一個消費電子企業。但你說自己要做汽車、芯片、機器人、智能製造、天空探索，性質就變了。你不再是一家公司，你變成了一個產業入口。雷軍需要粉絲相信買小米就是支持國產科技往上走。於浩需要地方資源方相信投追覓就是壓住下一代智能製造產業鏈。他們面對的基本盤不一樣，但方法相似，先把老板放到故事中心，再把產品包裝成未來入口。這就是他們都離不開馬斯克的原因。不是因為他們真的像馬斯克，而是因為馬斯克證明過，只要老板足夠像一個未來的代言人，產品就不只是產品，公司也不只是公司，商業擴張就可以被講成時代敘事。雷軍用它動員消費者和粉絲，於浩用它吸引地方國資和產業基金。一個賣的是國產科技情緒，一個賣的是產業升級想象。問題也在這裡，當老板故事跑得比產品快，風險就會被暫時掩蓋。當粉絲把產品爭議理解成外部抹黑，企業就少了一層被追問的壓力。當地方國資把一家公司的擴張理解成產業鏈機會，也容易忽略幾個基礎問題：這些項目到底能不能跑通？現金流能撐多久？公司治理能不能跟上？最後是誰承擔風險？所以，中國科技老板能不能離開馬斯克獨立行走，不該看他們嘴上有沒有喊超越馬斯克，要看更簡單的東西。把老板拿掉，小米汽車還值不值得買？把馬斯克、黃仁勳、喬布斯這些外部坐標拿掉，追覓還能不能說清楚自己到底強在哪裡？當產品出問題，項目收縮，資金緊張，地方資源開始重新審視時，企業有沒有能力承擔自己制造出來的期待？模仿不是問題，問題是學到最後只學會了老板神話、粉絲動員和宏大敘事，卻沒有同等強度的產品驗證、技術積累和責任機制，那就不是獨立行走，那只是換一批人繼續圍着馬斯克的影子轉。